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前段时间一篇名为《我妻之死》的文章，把加拿大医疗系统中的看病难、确诊难、治疗难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咱们的主笔莫艾勒作为一个多年的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所见所闻来说呢，加拿大实施的是一个分级医疗体系，不同的病症优先程度不同，真的遇到性命攸关的大病其实还是很快的。不管是各项检查、住院、手术排期，都能一路绿灯，效率呢其实一点都不低。但是如果遇到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这种虽不致命但是却磨人的病痛的确是会出现一拖再拖还看不上医生的情况最后呢，要么就是自行康复了，要么就是小病拖成大病，获得优先治疗体验卡一张。于是有不少人把这些问题归咎到免费医疗上，觉得如果有私人医院拿钱办事儿，有钱人去私立，自费用顶级医疗资源续命，把公立医院留给穷人，也能减轻一下医院的排队压力嘛。其实呢，加拿大不是所有的医疗都是公立和免费的。如果上网一查，你会发现私立的诊所遍地都是，除了最普遍的牙医、眼科、理疗，还有医美、整形、不孕不育、试管婴儿，都是私立诊所的天下。当然了，他们的收费也都不菲。那这样的重金求医到底是不是物有所值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讲几个加拿大私人诊所的奇葩事。如果要概括下来那就是妙龄女挺大肚为孩寻父，九旬翁助认亲全靠瞎蒙华裔精英为总理续香火，后代被骗绝望中赴黄泉。毛孩子寻根问祖测成分，女记者竟然变成一条狗。都到 DNA 不说谎，大冤种竟是我自己。Oh, really? 这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 Viagard Acumetrics 的私立诊所，总部位于多伦多市区。下面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诊所 V。根据官网上的介绍呢，它创建于2000年，是全加拿大最大也是最专业的一间私立检测机构，主要针对的呢是 DNA 的遗传基因测试。诊所拥有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 DNA 检测技术，不仅能做亲子鉴定，还能往上追溯3代的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最牛逼的是呢，他们还拥有一个叫做孕期亲子检测的高科技，能在孩子还是胎儿的阶段就去锁定谁是亲爹。这个服务听起来有点无厘头就算你抓不到是哪头牛犁的地，难道也不知道是谁播的种吗？结果还真有不少因为公摊面积的管理混乱，从而无法确认经手人的。那这就比较尴尬了，以为是播种茄子，最后结了西瓜，那该咋办呢？其实针对胎儿的亲子测试早在20-30年前就出现了，不过那个时候必须要通过抽羊水来测，不仅会给孕妇带来痛苦，也会对胎儿形成风险，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流产。但是呢，这个诊所 V 却宣传说，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能够在怀孕13周后，通过提取孕妇血液中的胎儿 DNA 进行分析和比对，仅需几滴血就能帮你的腹中孩子找出亲爹，准确率100%。一个字，绝！因为考虑到需要做这种检测的人呢，大多会感觉难以启齿，不愿意来诊所抛头露面，所以呢，诊所 V 还非常贴心地推出了居家采样的套餐，里面包括试管、密封袋、采血针等工具。客户呢，只要把血样寄回诊所就 OK 了，主打一个无痛和保密宣传里头呢，还专门提出只需要女方提供血样，男方如果能提供口腔的棉签拭子样本当然最好了，如果不行，几根头发甚至是嚼过的口香糖都可以，可谓是方方面面都为客户想到了，简直不要太贴心那你说服务这么好，给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价格也是温柔的一刀根据男方候选人数量的多少，最低1000起跳，上不封顶。这种给娃找爹的检测在加拿大属于非必要类医学检测，不仅医保不给报，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也不会 cover， 每一分钱都要顾客实打实的自掏腰包。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付钱，毕竟怀孕这个事呢，又不能按暂停，尽快锁定谁是亲爹是越早越好。于是不仅是加拿大，还有美国、澳洲甚至是亚洲的客户也都选择将样本寄过来进行检测了。家住安大略省 North Bay 的 Coralie 就是其中的一员。2020年，当时才19岁的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啊，他仔细回忆，发现有2位男士都可能是经手人，于是啊，给孩子找爹一事迫在眉睫。他在谷歌里搜胎儿亲子鉴定，第一个跳出来的结果就是位于多伦多的诊所 V。 在打通了网站上的免费咨询电话后，对方非常专业地问了一大堆问题，随后表示你这个情况实在太适合做这个检测了，2选1找爹简直是小菜一碟啊！由于你还是个学生，我们非常慷慨的可以给你打8折，居家采样外加实验室 DNA 分析，一共800加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Corrales 思前想后，咬牙就付了全款。几天后信箱里头果然收到了诊所寄来的全套采样用品，他按照上面的说明，仔细将自己的几滴指尖血挤入了试管当中，也取到了2位喜当爹的 DNA 样本。作为一个遇事不决、先发抖音的新兴人类他把整个取样的过程就拍成了视频，以记录自己的这次为娃寻爹的经历。结果2周后他收到了诊所寄过来的结果，上面显示喜当爹2号成功中奖，奖品呢是5个月后就能领取小婴儿一个。尽管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也非常震惊，但是2号选手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决定负起责任，陪着他去参加产检、产前班，还顶着多伦多的高房价买下了一栋小小的独立屋，装饰好了婴儿房，全心全意的等待着迎接小宝宝到来。几个月后， Corrales 生下一个漂漂亮亮、健健康康的女婴，名叫 Harlow。 可是没过多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小宝宝的头发和眼睛颜色怎么看怎么都跟这个2号的喜当爹没有半毛钱关系。到后来就连 Corrales 他自己都犯了嘀咕，说这孩子怎么越看越像喜当爹1号可是1号明明被胎儿亲子鉴定给排除过。就这么纠结了2-3个月，最后他还是没忍住，给诊所 V 去了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你们把我送过去的样本给搞混了？结果那边呢，斩钉截铁的回复说，肯定不可能搞错， DNA 不会说谎。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们还可以给你再做一次亲子测试。那看在你已经是回头客的份上，这次就给你打5折，500块搞定。由于这次孩子已经出生了，所以呢，他干脆就抱着孩子，拉着2号来到了诊所，3个人都抽血进行化验，结果却让2号从喜当爹变成了没当爹。孩子跟他不具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觉得被耍了的2号呢，当场拂袖而去。原本几个月后要举行的婚礼告吹， Corrales 母女也不得不从房子里头搬了出来。在 Corrales 的强烈要求下，诊所 V 又对先前那个1号和孩子进行了一次 DNA 亲子鉴定，结果这次没什么悬念，他才是真正的亲爹可是呢，当 Corrales 回过头来把这个消息告诉1号时，人家却表示，如果大半年前就知道真相，或许2个人还能组建家庭，共同抚养女儿。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他已经有了关系稳定、谈婚论嫁的女友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最多也就是经济上支持一下，情感上注定会缺席。一夜之间，突然就从3口之家变成了单亲妈妈。Corrales 自然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在了诊所 V 上说好的100%准确呢，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 So I was just like pissed, sad, I call my friend and we're on the phone and we almost had to, when you're just so hysterically upset, you laugh. You're just beyond emotion. 没想到诊所 V 那边也翻了脸。91岁高龄的老板 Harvey 表示，在一开始签订的合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负责进行检测和分析，不对样本提供方出现的失误负责。这后一句让 Corrales 百思不得其解。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诊所大爷说这 DNA 样本是特别容易受到污染的。你呢，在收集1号和2号样本的时候，有没有做到全程消毒？有没有在封这个信封的时候严格的分开？而且每次接触都洗手戴口罩呢？在整个的邮寄过程中，有没有保持避光、干燥且温度、湿度都符合标准呢？这一连串的灵魂发问让 Corrales 更加懵了。既然要求这么高，你们为什么还宣传说居家采样简单快捷呢？可是大爷却指着那70-80条款中的一条，
说你看，我们说了，自主采样有风险嘛，同时给你了一个机会，让你免费来诊所采样，你自己不来，怪谁呢？ Coralie 看了看那些比蚊子腿还细的字儿啊，欲哭无泪。感情我19岁时候的眼神还真比不上这个91岁的大爷呀。大爷呢也不欺负你，非常贴心的给出了解决方案。小妹妹别难过，算我吃个亏，这几次检测费用退给你，以后要再来还是8折。这下呀 Coralie 是彻底怒了，还跟我提下次再来，我谢谢你。但是呢，他很快就发现啊自己投诉无门啊。在加拿大私立诊所的这个 DNA 检测根本就不是属于医学治疗的范畴，而是服务性质的。这诊所呢，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申请相关的执照，更别提对医生的资历和仪器设备有硬性规定了。说白了就是这类私人性质的 DNA 检测在加拿大根本就无法可依，属于一个监管盲区。而且呢，既然是售卖服务，那么就一切以合同为准，哪怕是看上去再不合理，只要双方签字画押了，那就是有效。无奈之下呀 Coralie 成立了一个叫做诊所 V 受害人小组的脸书群，号召那些被坑了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维权。结果呢，还真的有一个名叫 John 的美国男子联系上了他。这个人的故事啊，类似于那个喜当爹2号的加强版。他呢，在2015年的时候，突然被分手了好几个月的前女友大着肚子找上门来，说是他播的种。尽管掐指一算，这时间好像有点出入啊，但是那张来自诊所 V 的胎儿亲子鉴定结果上却是白纸黑字啊，显示的样本来源呢就是他之前留在前任家的一把牙刷。那就跟 Coralie 事件中的男2号一样啊，John 从此也担任起了父亲的责任，不仅很快的和女友复合结婚，之后儿子的出生更是让他决心要当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呀甚至把儿子的名字 Travis 纹在了自己的胳膊上。谁知道呢，幸福生活才刚刚过了2年，他就发现妻子出轨了，因此就提出离婚，想得到儿子的抚养权。可是呢，他不惜花了2万美元来请律师打官司，表示房子车子什么都可以放弃，唯有儿子不行。没想到啊，前妻明显也是有备而来，他向法庭申请了另一家机构的亲子测试，结果显示John 其实呢是帮他的出轨对象养了2年的孩子。愤怒的 John 把矛头指向了之前做测试的诊所 V， 认为是他们的测试结果让自己成了大冤种。可是呢，同样被大爷给硬气的顶了回来。这大爷表示，我们的结果肯定没错，你呢应该去问问你前妻，是不是偷情的时候让另一个男人用了你的牙刷。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呀。John最后啊，不仅是人财两空，胳膊上还留着人家儿子的名字呢。他越看越膈应，于是啊，找人把 Travis 改成了 Travesty， 意思是讽刺嘲弄。就像当年德普船长把他前女友 Winona 的名字呢改成了这个 Wino Forever， 永远的酒鬼。只能说啊，纹身有风险，下手需谨慎。Coralie 和 John 的遭遇呢，也引起了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 CBC 的注意。他们派出了调查团队，想看看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诊所 V 会在亲子鉴定上乌龙频出啊。结果他们就发现啊，这个诊所呢，从2020年底开始陆续降低了这个胎儿亲子鉴定的检测频率，到了2021年彻底就停止了此类服务。于是啊 CBC 的一名记者乔装成了一个客户，前往诊所点名要做这项测试。结果呢，这次是大爷亲自负责接待。在一段隐藏摄像机拍下的视频中呢，大爷一个劲儿地劝说记者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做亲子鉴定。然而在面对为什么之前能做现在不行了的问题时，大爷先是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啊实在被问急了，他才终于承认说这个测试啊根本就不准。 That's the complication. That's why, because the test was not that accurate, that we leave that test now. It's pretty good, but pretty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And that has happened. Test a white guy and maybe became all black.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here? You know what I mean? Right. 他还特别举例说，给一个客户找的孩子爹是白人，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却是深色皮肤，实在是偏差太大，这才叫停了这项测试，而改用准确率更高的婴儿取血来做鉴定。可是呢，在几天后啊，另一位 CBC 的记者在诊所前拦下了大爷，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呢，他的回答却是：
这个测试是完美的啊，肯定的，不会出错。不过很快就有相关权威人士出来啪啪打他的老脸。多伦多分子遗传学实验室的主任 Mohammed 博士说由于胎盘具有过滤作用，胎儿的 DNA 能够进入母体血液的概率呢是十分微小的，更别提还要提取里面的遗传标记位点来进行比对了。哪怕是国家级的实验室，都至少要对孕妇取10毫升的血，在怀孕中晚期呢不同时间取样3次以上，才能真正的进行这种产前亲子鉴定，而且准确率也只能达到80%左右。诊所 V 宣传的仅需几滴血就能100%找出亲爹，这个牛皮啊吹得不要太离谱了。那你说他们那个看似非常专业的检测报告到底是咋回事呢？一位曾经在诊所 V 工作过3个月的员工对记者揭开了这个秘密。这位专门负责电话咨询的女员工回忆到她在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拿到好几页的问题，都是跟客户的身体状况有关，尤其是她每月的经期状况，多长时间，间隔多少天，可谓是事无巨细。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她跟那些孩子的候选爹们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床上运动，次数、时间都得提供出来。拿到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她会交给大爷，那接下来就是大爷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好吧，其实所谓真正的技术呢，就是大爷会通过这些日期，凭经验来猜猜看到底谁是亲爹。用他的话来说老朽活了90多，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老农可以凭借出芽的时间反推什么时候播的种，我猜个亲爹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如果遇到上下半场时间间隔太近这大爷就只能靠5-5开的几率来掷骰子了。如果有3个、4个候选人，在他手里那更是乱点亲爹谱。反正再怎么着也有20-30%的概率比在赌场梭哈一把的赢面大多了。而且就算是猜错了也没关系，大爷早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条款款中给自己埋下了后手，把自己的责任摘了个干干净净。更何况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女方通常会担心传出去对自己和孩子的名誉有损，所以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了忍气吞声，不了了之。所以呢，尽管加拿大消费者协会收到了6起有关诊所 B 的相关投诉，但实际受害人很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前面也说了，私人诊所做亲子测试无法可依，所以要以诈骗罪刑事起诉大爷在现阶段可行度很低。而民事法庭的索赔呢排期又很缓慢，这大爷已经91了，能不能等到开庭那天都成问题。在这期间呢，他是诊所照开，钱照赚，可谓是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声，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不过呢，大爷的一位华裔大弟子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个名叫徐凯利的41岁男子呢，去年年底在西班牙被捕，随后被引渡到美国纽约受审，罪名是欺诈以及电汇诈骗。这个徐凯利曾经在多伦多大学攻读过基因工程学博士，毕业后呢，入职了大爷的诊所 V， 职位是质检经理，负责监管职员从客户那儿收集和处理样本，并且把结果向大爷进行汇报。作为这样的亲传大弟子他自然是把大爷检测结果全靠猜的技术学了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018年，徐呢离开了诊所 V， 前往美国纽约州注册了一间公司，对外宣传可以用几根头发检测出高达800多种不同食物和接触物品的过敏反应。可能大家看到这儿也明白了，用几根头发测过敏和大爷那几滴血找亲爹一样，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而他呢，也全盘照搬了大爷邮寄检测的方式，在网上售卖取样检测包，每份呢从26到79美元不等。由于价格不贵，再加上的确有无数人每天受着千奇百怪的过敏折磨，所以呢，徐凯利的公司从成立开始，几乎每周大约要收到4500个头发样本。而他在收到这些样本之后呢，会直接丢到垃圾桶去，然后雇上几个打字手速飞快的员工，啪啪啪在报告单上胡乱的打上一堆数值，再从几百个过敏源中随机挑几个常见的填进去，就算是检测完成了，半分钟都用不了。根据警方估算他前后一共从 8.8 万人手里骗取了近600万美元。可是过敏这种事儿，严重的时候是会引起呼吸道水肿甚至死人的。徐凯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唯利是图，更是草菅人命所以呢，没过多久就东窗事发了。
而他自己也卷款逃亡西班牙，最后在那边落网了。他的这个过敏原公司到底有没有闹出过人命，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啊。但是呢，如果把时间倒推到2014年，还真的有人因为他的行为而人生尽毁，走上绝路。那是 CTV 电视台的一款早间节目，徐凯丽和一个中年男子一起出镜，对外宣称说加拿大的传奇总理 Diefenbaker 有后了，身边这位大叔就是他的私生子。可能啊，说起 Diefenbaker， 很多的中国观众会感觉到陌生啊。不过呢，他在1961年的时候力排众议，打破了持续多年的贸易禁运，将大量的小麦以人道物资的方式出口到了正处于饥荒困难时期的中国，拯救了无数条人命。Diefenbaker 是1979年去世，享年83岁，一辈子无儿无女，和夫人一起合葬在萨斯卡通。结果谁知道30多年后，一个名叫 George 的男子自称是 Diefenbaker 的儿子，而帮他寻亲的正是这个徐凯丽。根据徐凯丽在电视访谈上的说法，他是通过 Diefenbaker 故居里头一把梳子上的头发和 George 的 DNA 比对成功，确认了二人的父子关系。而 George 也回忆说，母亲在去世前曾经就提到过自己年轻时曾经跟总理有过一面之缘，再加上他的长相的确和 Diefenbaker 有几分相似，因此觉得肯定是亲爹无疑啊。已故传奇总理居然有后，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加拿大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徐凯丽也跟着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根据年龄和时间推断，George 母亲怀上他的时候，Diefenbaker 已经78岁高龄了，难道真有人能如此老当益壮吗？而徐凯丽呢，则坚称自己的检测结果无误，还一口气又找到了 Diefenbaker 另外2个私生子，他俩都是当年 Diefenbaker 家里头管家婆的儿子，同样是根据头发比对确认了他们也是总理拨下来的种。那突然间成批的出现总理后人，这让 Diefenbaker 的其他亲戚朋友坐不住了。不久后呢，故居的管理人就出来澄清，说从来没有给过这个徐凯丽的任何头发进行化验。为了给已故总理证明清白呢，他们还捐献出了他真正的一缕头发，给另外一间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这些头发上的毛囊早已经干枯坏死，无法提取任何有用的 DNA。 更离谱的是呢，后来 George 还跟那2个据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做过 DNA 比对，发现他们之间也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既然兄弟都不是兄弟，那么亲爹的可能性也就很低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徐凯丽是坚称自己的操作没问题，还暗示说是 George 故意给出了不实的信息和样本，误导了他。被甩锅的 George 呢，于是就被看成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骗子，还被媒体冠以 Diefenbaby Baby 的绰号，各种讽刺笑话漫画层出不穷。寻亲未成却成了笑柄，这给 George 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整个人一蹶不振，靠酒精和各种违禁品来麻醉自己，最终在潦倒中结束了生命，年仅47岁。根据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由于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 George 其实原本是想去徐凯丽工作的诊所 V 测个 DNA， 看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别的什么失散多年的亲戚。结果诊所的老板大爷一眼就看出他长得很像 Diefenbaker， 于是就要求大弟子往那个方向查。大弟子一顿操作，得出结论说他就是总理之死，而 George 到死都对他的说法深信不疑，可是又苦于无法对外界那些质疑和嘲讽做出辩解，于是在绝望中自我消耗，想要去另外一个世界问问母亲，自己的生父到底是谁。而这场悲剧的幕后推手徐凯丽却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几年后还跑去美国开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直到后来诈骗东窗事发。正是由于他的人品如此低下，所以当2023年4月10日，徐凯丽在纽约州法院对自己的多项欺诈罪名表示认罪，并且面对最高20年监禁的时候呢，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觉得他罪有应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当然了，徐凯丽之所以被重判，除了因为实在是太贪心，诈骗范围太大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更加成熟和完善，大爷教给他的那些利用合同漏洞脱身的方法根本就行不通。换句话来说，他的那个公司如果开在加拿大，那大概率就会跟诊所 V 的大爷一样，屁事都没有。人的维权都如此困难，那么事情出在动物身上，可就更别提了。这几年呢，兴起了一股子给家里毛孩子测 DNA 的热潮，尤其是那些被人收养的流浪狗串串，
主人总会好奇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种给混出来的呀。而且呢，了解狗狗的具体血统谱系也能帮助兽医去预防一些高发的遗传病。于是啊，哪怕测试费用价格不菲，也有很多爱宠的主人心甘情愿自掏腰包。由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呢，专门做此类宠物 DNA 的私人机构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越开越多。其中一间叫做 DNA My Dog 的多伦多公司尤为出名。他们号称啊，不仅能够精确地测出狗狗的品种，还能测试狗子是否对某种狗粮的成分过敏，甚至还能预估出它们的寿命。根据主人的需求定制测试的种类，他们的收费呢从79.99到199.99不等。不过啊，在过去的1年多里，这个测试中心也遭到了多起起诉，主要就集中在测试结果和毛孩子的长相看着有点货不对版啊。而诊所呢，也一如既往的坚称检测没问题，说猫猫狗狗的基因嘛，就像开盲盒，别说长相了，就连体型大小、颜色深浅都会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呢，很多时候主人心中再是怀疑，也只能作罢。直到一家名叫 WBZ 新闻的媒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们用的方法呀，倒是非常简单粗暴。一个名叫 Christina 的女记者把自己的 DNA 样本给寄了过去进行检测，结果您猜怎么着？检测出来的结果啊，它是 40% 的阿拉斯加， 35% 的沙皮狗，以及 25% 的拉布拉多串儿。好家伙，活了50年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条狗。此事在网上进行曝光之后啊，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 DNA 测试真的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人畜不分啊！测试中心呢，在2个星期之后发出声明，把锅甩到了样本受污染上面，觉得是因为主人的取样操作不当才引起了这个乌龙事件。但是人家记者明显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又拿出了另外2家机构的检测报告，同样是用他自己的 DNA 一模一样的取样方式，但人家2家上的报告显示的就是无法检测，样本主人不属于犬科动物啊。这一下呀，真就无话可说了。Which is shocking until you see Christina Hager. Hi, Christina. 而网上呢，也有这间检测中心的前员工出来爆料，说他们从来没有检测过任何样本，也没有进行测试的条件和资质，判断狗狗是什么品种，全靠主人提供的照片来猜啊。你说说，前有大爷看日期猜亲爹，后有员工看照片猜品种，估计很快就有 DNA 算8字的方式出现了。反正就是经验和玄学一锅乱炖嘛，跟科学没什么太大关系。只能说啊，在私立 DNA 测试这样一个缺乏行业规范、法律条文又无法涵盖的灰色地带，真的是遍地是坑啊！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最后啊，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上，你说花钱的私人医疗真的就比免费的、公费的来得好吗？只能说啊，凡事都没有绝对，尤其是在涉及到利益相关的时候，拿钱办事儿可以是效率高啊，快捷一点，1分钱1分货，但是也有很大可能遇到唯利是图的黑心商家呀。归根结底，这不是给不给钱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对方是否拥有良心和职业道德。大家觉得呢？对了，今天这期精彩视频的文案呢，依旧是来自于莫艾了，我叫她月亮姐姐。她在天涯网站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给大家写罪案故事了，也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网友。最近啊，我们有一个重磅喜讯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以月亮姐姐的精彩作品为合集的电子书已经上线了。大家知道，我们节目的材料收集、翻译、整理、信息核实，是我跟团队的小伙伴们，尤其是以月亮姐姐为首的编辑小组精心准备打磨的。在讲的时候啊，我会根据故事的进程，在情节的画面感、节奏的推进上做个人风格的处理。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原故事的内容经常不得不有大量的删减，甚至为了躲黄标啊，我们很多故事没法做成视频。这部电子书《风雨者》就是文案的完整版，而且呢，24篇故事中差不多有1/3是没做成视频的，是原汁原味的 M2 档案风格。大家呀，可以在 Amazon 或者 Kindle 上输入繁体字的书名《风雨者》就可以找到了。他们告诉我，还是建议用 Kindle 去阅读，在其他终端呢，字体上可能会有差异。最后啊，还是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大家观影阅读愉快，咱们呢下期再见。